魏无羡一愣，连忙递给蓝忘机。不知是他眼中的渴望太强烈，还是蓝忘机已经练出了眼神交流的新技能。总之，当口哨吹奏出一整句连绵不绝的乐音时，蓝忘机已经按照魏无羡期望的那样，把皮护手垫在了琴弦与手指之间。2小时后，捕龙网合拢，在天空折腾了几天的 Norwegian Ridgeback 终于在巨网织就的巢穴里沉沉睡去。跟着折腾几天的姑苏捕猎队队员们也算功成身退，可以松一口气了。一位6810在机场附近30公里的荒原上迫降，机上乘客只有10几人轻伤，剩余大多是饥饿和恐慌引起的心理问题和低血糖。尽管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要处理，但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是要一样一样处理。臧瑟瑟从雷鸟背上跳下来，抱着魏长泽站稳了，一手扶额，一手扇着风，边喘边道：“累死我了，再也不骑鸟了，我的腰要断了。水，给我点水。”他嗓音有些沙哑，但魏长泽比他更狼狈些，满身满脸都沾满了几被龙喷出来的黑土风沙。他四处张望道：“刚才好像有人去拿补给，我记得咱们儿子那有。”正说着，魏无羡迎面而至，脸色出奇冰寒凝重。魏长泽，儿砸你背的水。魏无羡视若无睹，或者说他眼睛里完全没看到其他，半抱半拖着一名身着浅白战斗服的救援队员匆匆擦身而过。胡呢？伸出去的手被撞开了，魏长泽不可置信地愣住，好半晌才机械地转过头，和臧瑟瑟面面相觑。臧瑟瑟眨了眨眼睛，又眨了眨眼睛，疑惑道：“那是不是魏长泽，姑苏的捕猎队员？”臧瑟瑟还挺俊俏。魏长泽，可？臧瑟瑟，咱们儿子都学会救死扶伤了，骄傲不？魏长泽，啊！臧瑟瑟一胳膊肘把名为搀扶实则搂抱过来的丈夫推开了些，道：“没看见那小子手受伤了吗？我猜是刚才弹琴的人，对不对？”魏长泽，曲子弹得不错，人似乎也有点眼熟。臧瑟瑟，走吧。魏长泽，走哪儿？臧瑟瑟，医务室、急救室、抢救中心，差不多类似地方，亲口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因为6810找到了，龙也抓住了，但善后工作才远远刚刚开始，繁琐又繁重。只是这些担子还压不到2个在校学生的肩膀上。在急救医师给蓝忘机包扎伤口的期间，叶明觉匆匆路过，顺手甩给坐在长凳上发呆的魏无羡一个信封。魏无羡熬了几天，反应速度大不如平时，慢吞吞打开信封一看，差点气笑了。2张机票，距离起飞时间不到3小时，真是和传闻中一模一样。雷厉风行，独断专行，用行动催促2人赶紧滚回校上课。魏无羡略微不忿，但瞥到机票上印着的头等舱3个字，到底还是把抱怨咽了下去。他跟蓝忘机来的匆忙，行李极少，反而是需要交接的东西更多些。频道通讯器、实验室摸出来的材料都要清算归还，还有进入隔离区前被收走的物品也得转交给清河，还有推算出来的加密数据。他在心里默默地列了一条清单，又开始规划出最有效率的路线时，一只手伸到他面前，摊平。洁白的绷带掩不住手指的修长，掌纹清晰，没有太多交杂的细纹。按照魏无羡看过的杂学理论，这意味着这只手掌的主人心智坚定，思维清晰。他便顺着那只手仰起头，撞入那双浅淡的眸中。魏无羡下意识吞了一下口水，才发现喉咙又干又涩，疼得冒火。他问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蓝忘机：“浅层割裂伤，肌腱无事。”魏无羡：“太好了。”蓝忘机浅浅一叹，回握住魏无羡放在他掌心的手，又轻轻捏了一下。2人一坐一站，静静凝望了片刻，竟谁也不肯先动作。蓝忘机胸前的口袋里动了动，鼓起一小团，随即一个灰黑色的毛绒小脑袋探头出来，嫩黄的嘴尖叫一声，猛地一窜，跳下了地，一溜烟跑掉了。蓝忘机转身要追，同时在候机楼临时隔出来的急救间里也响起了机场广播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飞往 XXXX 的欧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您从某某号登机口登机。”魏无羡一个机灵，猛然跳起来，瞅了一眼时钟，拉起蓝忘机就往反方向跑，道：“只剩2个半小时了，来不及了啊呀呀呀！”蓝忘机：“
秀秀，魏无羡，丢不了，那是我爸的宠物，他会自己回去。但是回程机票不等人呐呀！快帮我想想怎么办？按理说，分头行动最有效率，但魏无羡不愿意，蓝忘机也不愿意，两人默契的谁也没有提，牵在一起的手也一点也不肯松开。好在，无论是送数据还是送仪器，捕猎队的指挥车就在停机广场上停着，特别调查组则驻扎在机场指挥中心。一来二去，该交接的交接，再拿回私人物品，又通过快捷通道抵达回云梦的航班登机口时，距离登机还有40分钟。魏无羡也顾不上别人的目光，往座椅上一瘫，道：“总算结束了。”蓝忘机挨着坐下，小心翼翼地把魏无羡挪到腿上枕着，道：“魏无羡长出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家都没事，太好了。”蓝忘机：“魏无羡，我好困。”蓝忘机便脱下外套盖在魏无羡身上，道：“睡一会。”魏无羡：“可是已经快登机了。”蓝忘机：“没关系。”魏无羡：“有关系。”于是他把蓝忘机受伤的手抱进怀里，心道：“这下行了，蓝忘机有什么动作，我肯定行，不怕他又自己拎东西、拎箱子又抱着我登机了。”呼吸着熟悉的清浅气息，魏无羡打了个小哈欠，沉沉睡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好不容易从人群中逃脱的魏长泽和臧瑟瑟抵达了贵宾候机室。儿子千里迢迢飞来帮忙，临走至少要道个别，却见那名俊俏的云深捕猎队员坐姿板正，腰杆挺得笔直。魏无羡一人占了双人份的椅子，头枕着那人的腿，正睡得云天黑地，人事不省，甚至还打起了小呼噜。再仔细看，就会发现捕猎队员也倚着墙睡熟了。臧瑟瑟拦住大步靠近的魏长泽，一把剥下大衣，再轻手轻脚地盖在蓝忘机的身上。魏长泽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敢怒不敢言，紧盯着臧瑟瑟昨晚手脚迅速返回，又从路过的工作人员手里抢了一杯热咖啡塞给他。老夫老妻这么多年，臧瑟瑟就算不看，也想象得到老公魏长泽脸上早刷了一大堆委屈、难过、不开心的弹幕，他也不着急解释，捅了一下魏长泽的腰。魏长泽立刻向后躲了半步。臧瑟瑟：“不对劲。”魏长泽：“臧瑟瑟，太不对劲了。”魏长泽：“多啰啰。”臧瑟瑟：“完全不对劲。”他说着，恨铁不成钢的瞪人。魏长泽抱着热咖啡缩成一团，抖得像寒风中的落叶，道：“多啰啰。”臧瑟瑟上下打量，道：“嘀咕什么呢？”魏长泽：“寒风冻死我。”臧瑟瑟：“死不了。”魏长泽：“半死了。”臧瑟瑟：“不对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你没发现？没觉得哪里不对劲？”魏长泽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觉得。”臧瑟瑟：“哼。”魏长泽：“先声明，我不反对啊，你不要指望我唱白脸。”臧瑟瑟：“反对什么？”魏长泽：“小羡高兴就行，他已经是成年人了。”臧瑟瑟：“呵呵。”魏长泽：“媳妇，怎么啦？”臧瑟瑟：“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我还说什么？”魏长泽：“比如，出发吧，勇敢的少年，向梦想的森林大山。”臧瑟瑟顿时嫌弃的不行，道：“8012年了，老掉牙的梗少用点好吗？现在的语文课本上哪儿还有寒号鸟？还有谁看几十年前的动画片？”他这么说着，踩着小皮靴很快走远了。魏长泽一口喝完咖啡，捏扁咖啡杯，随手一丢，道：“好好好，那你说一个新鲜的梗来听听。”“喂，你去哪儿？”臧瑟瑟：“拿大衣。”咖啡杯划出一条弧线，准确地掉进了垃圾桶，和魏无羡一帧帧研究过的那段监控录像运行轨迹几乎完全一样。迷迷糊糊中，魏无羡眼睛睁开一条缝，道：“谁？”回答他的仅仅是蓝忘机均匀的呼吸声。魏无羡抬头看了一眼，心中一片宁静。在隔离区成功与父母会合的他，好歹还趁空迷糊了一会，而蓝忘机却至少3天3夜没合眼了。他又躺回原处，放平呼吸，生怕吵醒了蓝忘机，心道：蓝学长，蓝忘机，蓝湛，天下最好的人，天下最值得暗恋和恋爱的人。